萨瓦迪卡，包包卡，我们的老演员萨潘达行又一次出现了。这一集呢，包包准备乘坐湄南河运船到达 The Playa 站。从这一站，我们会沿着这一集的行程继续探索曼谷的老城区达兰诺，去看看这个区域有怎样的风貌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集的内容，不要忘记帮我订阅和点赞哦。那我们准备走着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了 The Playa 站，然后准备开始我们的旅程了。从 The Playa 这个码头出来呢，这里就是我们在这一集中最后结尾处葡萄牙大使馆的外墙。现在要顺着这条路继续往那个方向走。再往前呢，就到了这边非常著名的河滨艺术品商场 River City， 湄南河游船的自助晚宴就在这边登船。达拉诺位于唐人街和邦拉区之间，是一个典型的曼谷老街区。因为葡萄牙呢是最早与暹罗建立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，所以呢当时是有很多的葡萄牙人都定居在大城府。直到1767年呢，大城府沦陷，这些人就被迫的离开了大城府，来到了曼谷，并在1787年呢简单的建造了一下就是身后的圣玫瑰堂，直到1897年的时候才最终的完工。我们现在离开了圣玫瑰堂，继续去探索更深入的老城。这边呢就是泰国的海事局，到这块呢是可以看到河边2栋西式的建筑，里面做的像个花园一样。这边是中式，然后那边是西式。百姓们在这边休闲的。这栋建筑呢，也是在我们坐湄南河游船的时候经常能看到的。这边也是一个能够上去的参观点。这边有一个标着汉王庙的地方，进去就是达拉诺的涂鸦街了。这边也是很多艺术家的照片，还有涂鸦。2016年的 Bookrec Festival 是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的作品都保留在了曼谷的老城区中，成为了曼谷老城区一抹时尚的色彩。会不会把人吓到？我担心好多啊。看，各种明信片。
这家壁画画的很漂亮的，楼上呢是一家咖啡店，它里面这是咖啡店的1楼。你能想象到楼上是个咖啡店吗？这边就是当地人生活的一些区域了，都是。穿过这条僻静的小道，这边就是苏恒泰的老院落了。这座大院已经有230年的历史了，也是泰国最后一座闽南风格的民居大院。它这边呢会有一个告示，就是说你来的话，如果不喝饮料要花50铢的门票钱，如果买饮料的话就不用交50铢了。这边这个游泳池呢，之前是有人在这边教潜水，这个水能有多深？这边房子真的蛮老的，这个楼梯都已经歪了都。地板都已经忽闪忽闪的了，下面就是空的。个人感觉呢，这个老屋子反正是有点可惜了吧，因为很多的房间都没有利用起来，都是堆放一些杂物。然后木板啊、楼梯啊也都有变形的情况，毕竟也将近230多年了，所以也难免的。但是整体保存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，可惜，有点可惜。那经过这里呢，这边是河边的一个餐厅。很有个性啊！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，所以先来吃个饭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คุณเดียวครับ这边的环境还是很好的。价格大概就是餐食的话都在200多铢，稍微偏贵一点点。当然他家真的价格比较贵，这一份就是280铢。这家店呢，就真的特别适合点个饮料，在这边一坐一下午，然后一边看河景一边放松的那种。对面这帮哥们儿们已经都睡下了。在这个饭店休息够了，我们也准备继续往前走了。过来之后呢，这个就是达拉诺一个很有标志性的点了。这辆小车真的很多人在这边打卡。哇，这个小巷子里面真的别有洞天呢。哦，这家店就在这儿。
太远，也是一个咖啡店加住宿的。这边的话就是顺心公主寺庙了。大拉乃的巷道普遍比较窄，房屋也是非常有历史感，因为这里也曾经是早期中国商人定居的地方。大量的机械修理店分布在本就不大的街区中，而这些修理店也都是老一辈一直传承下来的。这边就是达拉乃的一个博物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开，进来看一下。哦，这边好凉快。这边是已经都关掉了，可能有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会开放，因为我看谷歌地图上，谷歌地图好像又欺骗了我一回。谷歌地图上好像是前段时间正好有活动，所以这边是开放的。这边的博物馆已经是关门了，所以呢没什么可以转的了，可以来这边简单的看一下河景，还有鸽子，好多的鸽子。在达拉乃这个区域呢，其实还有一个被称为泰国3大国宝之一的金佛寺，因为离这边还是有大概650米的距离，我今天就不去了。今天呢，对于达拉乃的探索，我们就准备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小众的行程，不要忘记帮我订阅、评论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一期见喽！